从邦达镇出来以后呢，我们正在往著名的怒江72馆前进。然后前面是东达山垭口，这个垭口大概有一个4500米吧，应该海拔是在4500米以上。现在我们是在一路的缓上坡，我特意去感受了一下瑞虎8 Pro 2.0T 的这个动力。我以前开吉姆尼的时候，上这个坡就恨不得把油门给踩到油箱里面，维持在2档5000转的高速转速才能爬上来。但是现在我爬这个坡感觉到特别轻松，我只要油门大概到1/3的位置的时候，就感觉它爬坡的动力已经是释放的非常充足了。我的油门再踩深一点，踩到一半的时候，它的这个超车的动力也是非常澎湃。我们现在海拔已经跑到了4417米啊，丝毫没有感觉到它的这个动力有很大的衰减，就感觉到跟平原上开车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一样，这一点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舒服。哎呀，这个动力的澎湃，这种动力的储备，在这种高原爬坡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。你比如说，我们马上要去超前面的车，来让大家看一看啊，前面这是一台什么呀？好像这样是一台哈弗吧，好像是一台哈弗大狗。一台这是H 的哈弗大狗，然后现在它减速了，因为前面是个弯道，并且有会车。我们过了一个弯道以后，然后我开始超车。这个弯道还是挺险的，不时有车下来。好，我们过了这个弯道，因为这个路面上的有些刹车水，过弯的时候超车肯定不行，怕打滑。好，切换我们这个弯道超车，看这个超的非常轻松，特别轻松，动力非常澎湃。和大家聊一下瑞虎8 Pro 风暴4驱在这个高原上的动力表现啊。我们现在是在海拔4432的317国道上面，现在的速度呢是80，就基本上给一个1/3的油门都不到就能跑到这么快的速度，而且我们是一直是在爬坡的这个过程中，而且呢在爬坡的过程中，我们超车也非常的顺畅，就基本上给油门给到一半，很多车就是一脚油门就可以给超过去了，就感觉在这个地方，只要你的起步之后，因为你起步的时候涡轮里还没有介入，你是会感觉到一定的这种动力的衰减，但是一旦当这个涡轮介入之后，就感觉它的动力确实是非常的充沛。我们现在正在往这个海拔4500前进，前面呢应该是一个垭口，在爬这个垭口的过程中，我丝毫都没有感觉到费力。我现在的给的油门位置大概是在1/3左右，现在的时速呢，爬坡的过程中就能跑到90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涡轮车带涡轮增压的车，在这个高原上面，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。它的这个动力衰减啊，确实是非常的小。我可以说，就是只要涡轮介入之后，就几乎是感觉不到它的动力的衰减。这个我以前开自吸的车，开像吉姆尼或者像这个霸道这样的车，在高原这边，我感觉它的动力衰减，特别是上4000米以后，动力衰减是非常厉害的。但是开这个涡轮车呢，就是动力衰减真的是非常小啊，特别舒服。自吸车高海拔动力衰减厉害，是因为高海拔氧气稀薄，电脑检测到进气中氧含量低后会调整减少喷油，因此动力自然就衰减了。而涡轮增压的车因为有涡轮在不断加压，因此进气中的氧含量下降并不是非常明显，所以动力衰减也就不明显了。本来涡轮增压的技术就是用在军用飞机上，以克服飞行高度增高造成的动力大幅下降。比如二战后期美国著名的 P-51野马式战斗机就使用了涡轮增压技术，后来涡轮增压才转为民用技术。但是因为涡轮启动需要一定的转速，因此涡轮增压的车在高海拔刚起步，涡轮还没有介入时，动力一样下降得非常明显。但是发动机达到一定转速，涡轮介入后，动力就有了明显的改善。